我美吗？美。来，这边坐。嫂嫂，我今天嫁谁啊？先不着急。把这个茶喝了。好苦啊！茶虽苦，却是好茶，多喝一些，自会越发美丽。阿兄来啦！阿兄不许我嫁人，怎么办？夫君，怎么又打扮成这样？夫君莫要生气，总是要哄着阿佳把药吃下去。早知这样，当初还不如随他去了。夫君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你想听我说什么？主人，主人，不好了！冯器长派人来报，说丰乐坊死了人，让你快去呢。混账东西，喊什么？惊了小姐，我打折你的狗腿！阿佳，别跑！嫂子在啊！长安县旗长至此，仵作要验尸，请二位让一让。让一让，让让，韦县尉，韦县尉，韦县尉。韦县尉，怎么样？禀韦县尉，尸体已验过，伤在右侧脖颈，伤口边缘呈锯齿状，当是被镰刀之类的利器砍杀而死。头后这滩血怎么回事？应是被砍杀后头先着地摔的。胡说八道！这颈部之伤并不深，未必致命，头后的伤恐才是致死的关键。县尉，那我再验。退后。是。怎么不请个资深的仵作来？我再去请，再去。不用再请了，巧了不是？在下虽不是仵作，但可代为验。没想到卢兄在此，失礼了。韦县尉何须客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苏无名，我的前任，当然认识。知道您在雍州府也算有官职。既然愿意屈就行仵作之职，那长安县尉京兆韦涛，先行谢过。不必客气。这应该是件普通命案，没想到卢兄比我先到。那您看这案子接下来是雍州府直接查，还是我长安县？司法公廨入坊立案，今日正来到丰乐坊，此案是突发，并非有人报案，故由韦县尉查比较妥当。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死者何人？花店老板花福。这家花店并不小，可有掌柜伙计？有。带来问话。是。
小的姓张，是掌柜的。尸体是你先发现的？是啊，花店在午正时分要闭店，未出时再开门。全因我们老板格外开恩，给了我们半个时辰吃饭休息。今天老板心情好，说这半个时辰他亲自去前厅摆放那些新进来的牡丹，我们就去了后面厢房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，老板，酒食都给您备好了，您快去吃饭吧！啊，老板，老板。老板，老板。来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燕国，正如韦县尉所推断的，脑后的砸伤在先，且更致命。脖颈处的伤口应该是这镰刀所致。为了割装件方便，镰刀的刀口上都有锯齿，这在死者伤口上很明显。故仵作虽年轻，缺乏经验，但也并非一无是处。那头后之伤是何种凶器所致？现在还不清楚，需把死者的头发剃掉再查验。那尸体就先来回献谢了。长安县还是有好仵作的，罗参军，放心吧。那是自然。此处处于闹市，凶手潜入花店，断会留下踪迹。我拟通过走访调查线索，罗参军意下如何？是。苏先生的意思呢？妥。还见过什么？有一个人过来。我看见青葱来过，就在正午时分。哎，没错，我也瞧见了，而且啊，他还来了2次呢。那腰里边还别着把镰刀啊。镰刀？是。青葱者何人？是安社的喽啰，专门帮着要债的。对。你家老板可曾欠安社的钱？这，确实欠。刚才怎么不说？是这样，我家老板原姓乌，以前呢是个卖炭的，但总赔，最后啊没剩多少钱了，就向安社借了5万钱，又去鬼市消息铺买了个消息，说是洛阳正在流行牡丹，我家老板就马上把这个炭铺改成了花店，姓都改了，并且把所有借来的钱都投了进去，这不一下就押对了。最近安社的钱也到期了，该还了，我们家老板连本带利都给他备好了，就等他们过来收了。钱在哪儿？这我们老板放钱的地方，我当然不知道了。拿人，给我拿那个叫青葱的。是。有事儿。花店的老板死了，掌柜的姓张，可疑。明白。2位这边请。你叫青葱？今天正午我是去了千姿花店，花福借了我们安社的钱该还了，一大早我就去找窦郎，他和我同为安社卖命，我们俩管通义、通化、兴化、丰乐4方，我们号称是锁寨双煞，在长安还是有点名气的。说正事。哎，走吧，手气怎么样？走吧，今天手气怎么样？来吧。想什么呢？想我那相好的呗。还没答应嫁给我，那是因为你没钱。应该是吧。窦郎，你怎么样？赢了还是输了？我斗狼赌博，什么时候赢过？你一直输，
钱从何处来？好吧，看看今天该去哪儿要债了。哎，千姿花店，这钱不就来了？我听说那个花府靠卖洛阳牡丹发了家，今天咱们去收账，让他多给2成利息，不就都有了吗？这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咱们是安社的人，就因为是安社的人，大撒宝管得严着呢。你见过大撒宝？倒是没见过。那不就完了？你都没见过他，他能知道咱们的事儿？私下多要2成利息，谁会知道？到时咱俩平分，你那想好的，自然就嫁给你了。走。后来呢？后来是我一个人去的。斗郎他走到半道儿，不行，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我那个女人的丈夫今天去乡下卖伞，明天再回来，所以他跟我约好今天晌午相见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哎，青葱，花店你自己去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没搞错吧？咱们俩是双杀，你让我一个人去，我要得回来吗？我一个人怕啥？青葱是安社的人，只要够横，甭管是谁，都得乖乖听话。不听，就抽出你腰间的家伙，总不用会长锈的。不行，一起去要债，然后再去见你那相好的。那女人难得主动约我，你成全我一回，行不行啊？我记得加收2成利息，不听就动家伙。这可是你的东西。还真是，这是丢哪儿了？杀人现场，还不如实招来。我没杀人，我当时确实把镰刀亮出来，但我就是想吓唬吓唬那姓花的。要是不按照我说的还钱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啊！我只还该还的，新加的利息1分也没有。如果要的话，就签字，把这6块银挺拿走。7块，我借了5万钱和10两的银挺，5块，加上2成利息，一共6块。你说6块就6块啊？你忘了我是谁的人了？安社。你们的大撒宝史千岁，既是朝廷五品官，又是这城中胡商的首领。他一心为商人，怎么会突然加收利息？要不，你带着我去找他，评理去。恐怕你还不知道，我已经入了金光会。你是安社的人，我也并非不是。你背着安社私家的利息，我不会给，我还要去告你。我看你不想活了吧？你别哆嗦呀！来，有本事你动手！你等着。后来呢？之后我就走了。有人见你去了2次花店，若还不如实招来，大刑伺候。我后来是又回去了，主要是我刚一出花店，就看见梅梅了。让。梅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你不会再跟踪我吧？没有，我是真喜欢你，我倒是想天天跟踪，跟你形影不离呢。梅梅，你嫁给我吧，我发誓对你好。男人发誓谁信呢？你先凑1万钱，再说喜欢我吧，早点凑够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寻思着也甭管6块7块了，
我先回店里把钱拿着，拿了钱以后我就去找梅梅，怎么向上交代我也不管了。那要是别人娶了她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华福，我又回来了，今天这事必须得了结了。你再敢把脑袋伸过来，老子绝对不多做一下。人呢？当时吓得我镰刀都扔了，我就要，可是又一想，既然人都死了，那银挺，拿了银挺，我就去波斯馆找梅梅了。银挺。这是我留着娶你的。没想到，你对我是真心的。难道就一块银挺吗？想要多拿几块也不难呢，可我青葱知分寸，好日子长着呢。跟了我，亏待不了你。那银挺现在何处？青松，案发前后你的行踪，公谢自会查清楚。撒谎毫无意义，可懂否？我懂。押下去。啊，不放人的，我可都说了呀，上官，我真的都说了。卢兄，韦某审的可有不妥之处？毫无不妥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青松说的当属实情，但在勘验现场的时候，并未发现另外5块银挺。他那个同伙叫窦郎的，有问题。韦兄说的极是。那我就接着拿人了。好。哎呀，这个韦涛不愧出身世家，精于律法，审案缉凶，干净利落。哎呀，你感叹的是，他这个长安县尉比你在任的时候更称职吧？你这话说的，我当年，陆参军，我问你，波斯馆你去过吗？那种地方，哪种地方？你身为雍州司法参军，那种地方也是要去的啊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也是为了探案。对呀，这不是为了探案吗？那投钱带路。什么手势？我给你们。两位这边请。怎么样？高兴吗？这边。这边，这就是美眉住的地方。多谢。植入不太好吧？万一客人在里边呢？万一客人在里面，咱再出来呀。梅梅，我来了，还记得我？啊？龙凌风，来来。跳窗而逃。哎，你快点儿！
不挡道，赶紧给我让开！我若是不让呢？我可是安社的人，你不想活了吧？安社的，你不会是斗狼吧？既然知道我的大名，就赶紧让开！还真是你啊！你旁边这位胡姬，可是你好兄弟青葱的相好，你这么做太不仗义了吧？我跟青葱是逢场作戏，跟斗狼才算是情投意合。你闭嘴！青葱你也认识？你到底谁呀？连他你都不认识，你还在长安混呢？听我一句劝，赶紧缴械求饶，要不然有你好看！妹妹，斗狼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去拿此人，没想到让卢兄带回来了，韦某惭愧。韦兄何出此言？我也是正好碰到。您这就自谦了。嫡公弟子果然名不虚传，韦某佩服。但也想请教，是什么线索让你们去查这胡姬的呢？这个，苏明，还是你来说吧。先前青葱回忆时是这么说的。难道就一块银锭吗？梅梅这么问，便是知道青葱收账的数目。斗狼说去会相好的，应是借口，而梅梅出现在花店附近也不是巧合，是你知道青葱软弱，专门让梅梅去刺激她的，是也不是？斗狼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和梅梅，你们两个背着我。梅梅，我打死你！大盘，公堂之上，你们干什么？跪好了！青葱胆小，平时要债都靠我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他骨子里还是有点血性的。我是想，梅梅一激他，他没准能把7块银锭收回来。就算只收了6块，我夺了，带着梅梅远走他乡也够了。债不是我收的，安社找麻烦也找不到我头上，不是挺好？好你个斗狼，安社找不到你头上，我小命不就没了吗？我们俩是兄弟呀！住了！放手！你们看，他们兄弟俩还是相互了解的。这青葱确实有点血性。斗狼，你是如何谋杀花福的？从实招来。那人不是我一个人杀的。青葱去找梅梅时，我就躲在屋里。就1块银锭吗？想要多拿几块也不难呢，可我青葱知分寸，好日子长着呢。我打的是7块银锭的主意，想着至少也有6块，结果他就拿了1块，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我索性自己去花店。当时我真没想到，青葱居然把华福给杀了。我就仗着胆子找银锭，可1块也没找到。这么说，花福脑后之伤不是你所为？当然不是我了，是他。青葱，你拿什么家伙砸的？你一次砸死他好不好啊？他连累我也成了凶手。胡说，我可没砸。少官，就是他杀的，他杀的，不是我。你还
大典狂徒，一再藐视公堂，来人，拖下去，各打20大板。这不是我，上官，上官，上官杀的，上官，上官，他杀的，上官，上官。你叫梅梅？是。你确定斗郎没有带回其他的银瓶？没有。他还说，逃到洛阳以后，还是让我做歌姬养他呢。慌里慌张的，去哪儿啊？谁家的小娘子如此放肆？包袱里装的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我凭什么给你看？凭这个。你有疯病吧你？滚开！哎呀！你这个打我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啊！哇，这么多银挺！我说，我就是贪财。你等着。安社的人没拿银挺，我就索性躲在那儿，想看看老板把银挺藏在哪儿了，好找机会偷出来。结果，他居然没拿银挺，我当时喜出望外，可还没等我下手，青葱就又回来了。阿福，我又回来了！今天这事必须得了结！你再敢把你脑袋伸过来，你看我犹豫一下吗？人呢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我就是贪财，我可没害老板呐，我不敢呐！求各位上官开恩，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掌柜所言和青松的话倒是对得上，看来这戴白色面罩似仙教徒者便是杀人凶手。接下来怎么查，还请卢兄指教。我大唐包容万象，这长安城内，除了佛寺、道观之外，还有波斯寺、仙神庙。这仙神庙别称仙祠，不止一处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长安一共有5座仙祠，1座在进宫坊，剩下4座都在长安县。苏先生好记性，长安县内确有4座仙祠，分别在礼泉、普宁、布政、从化。我便先去探寻这4方。至于这万年县的进宫坊，我这长安县尉就不便前往了。卢某愿意代劳，那便多谢。魏县尉留步。目前近距离见过凶手的只有青葱，我义妹裴喜君善丹青，可临摹出凶手模样，能否让他入长安县狱？当然可以。如此，多谢。
不知卢参军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，小的是进攻方的方正，请恕小的无法奉陪。您看，这天一黑呀，就要游神了，七圣刀都装扮上了。去忙你的吧，我们俩就随便看看热闹。那失陪了。何为七圣刀？是一种带有幻术的请神仪式。这仪式上啊，7人各执利刃，相互刺杀或自刺，在血流满面中以示虔诚。同时呢，施以幻术，在一真一假之中请神降临。这也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高宗时觉得太血腥，就予以禁止了。可后来听说参天楼幻术大会之后，又有了松动。现在的请神仪式，已经不用那个真的利器了，而都用纸质的或木质的。所谓的刺杀和自刺，也都是表演而已。那个头上、脸上、颈部的血，也都是用动物之血抹在所谓的伤口之上，妆容之术而已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七圣刀最受欢迎，据说在这请神仪式上，那火焰部下面的人已被火神附体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这个时候钻到部下，1年都有好运气，干啥啥。马老板，你怎么了啊？马奎他死了！啊！马老板，退后！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在此，众人退后！万年县尉杜预在此，众人退后！卢参军，杜县尉，喂，你是何人？仵作未到，你为何擅自出办尸体？他是苏无名，供职于雍州府。哦，原来是狄公弟子。不过我万年县的仵作也不差，怎么着？这眼前的案子，雍州府就直接查了？那倒不是，我们本是来看热闹的。正遇上了命案突发，此案确实当由万年县先查。哦，那个卢参军，杜县尉说的对，是我冒失了，冒失了。
今日游神，何人领队？哎，让开，让一下！县尉，是我。何必？按风俗，钻入火焰部下被认为可以转运。刚才确实有很多人都往里钻，故凶手是谁难以确定啊。何先主，查凶手是公谢的事，你此话何意啊？我没有什么意思。公谢查案，那我就继续带队游神了。出了命案，你还有心思游神？神事不可废。站住！案发时，你在什么位置啊？案发时，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在队伍的最前头？这游神仪式多久一次？7圣刀游神每月一次，这次是火神降临进攻方。那这所谓的7圣刀成员，又都是些什么人？你难道不知？本县在问你。都是两世的商人，也是仙教弟子，每月更换一次。死者是东市最大的胡椒商人马奎，马老板。你还有什么话要问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要继续游神了。神事的时辰，耽误不得。我若是不许你继续游神了，杜县尉何必这么大威风？别忘了，我不但是仙神庙的庙祝，还是萨宝府的仙祝，也是官。刘外也算个官儿。你修正2把虎，这里是长安，别说你个做仙祝的小祭司，就算是萨宝府里的大萨宝，在大唐律法面前也要规规矩矩。哪里不规矩？我带队游神也是为了祈祷风调雨顺，国富民安。火焰部下的7圣刀成员，一个都不能走。你们也都听到了，那就配合这位杜县尉查案吧。其他人，跟我继续游神。徐县长，将这6人还有马奎的尸体带回贡县。是。来，走走。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安高门，他们不仅世代簪缨，且离天子最近。长安有名谚：“城南为度，去天池舞。”这我知道。哎呀，我们也算见识了韦涛办案的手段，却不知这更年轻的杜预手段如何呀？哼，你是想去万年县看他如何审案吧？不过这杜预刚才话里话外已经在质疑咱们越权了，这时候再去，不会给卢参军惹麻烦吧？少用激将法啊！我是个怕麻烦的人吗？再说了，京兆杜氏应有雅量，你我2人去旁观，他杜预绝对不会介意的。杜县尉，要不让我们把头上的这些东西摘掉吧？那怎么行？这对探案至关重要。你去那边，把案发时你们几个在火焰部下的位置都画出来。啊？去呀！是。你可认识马奎？认识倒是认识，但不太熟。怎么个不熟法？最多见面打个招呼。哦，那今天你们参与游神，马奎有何异样？倒无异样，
还挺高兴啊。嘿呀，我这大镰刀虽然是木头做的，但是它的锋利程度绝对能砍死人。嘿嘿，这是啊，我专门找人用最好的木头做的。哎呀，看看，哎，他能不高兴吗？本来这个月七圣刀成员没有他，他是花钱临时买的位置。买？跟谁买？是何必吗？我就是听说，多嘴了。啊，不，这嘴多得好。我问你，马奎可是向先助何必行贿而得到这个位置？说，还真不是。何必啊，是长安最大的商人之一，根本就看不上马奎。而且之前的7个人早就定下来了，又都是何必亲自遴选的，谁愿意让出个位置给别人呢？那马奎是在哪儿花的钱呢？我听说直接找的大萨宝。啊，史千岁啊？对，马奎不知道花了多少钱，请大萨宝出面帮他说情，这才买了这个位置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去画押。啊，还要画押呀？我这也是听说的，我也不确定啊。你看那个书里啊，他不是傻子，你说的听说，他就会记听说，懂不懂？去吧。是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看着忧心忡忡的？我担心的是啊，这马奎一死，他的买卖怎么办？现在东市，就属他的胡椒生意最大了。嗨，我这是不是瞎操心呢？我这，你做什么生意啊？我是珠宝商，不卖胡椒。不，二位石老板才是做胡椒生意的。小的10千，小的10万。你们跟马奎亲如兄弟啊！顾马奎一死，悲痛欲绝。我也是。哎，都做胡椒生意，还能亲如兄弟，不容易啊。毕竟商人逐利，他的生意最大，没抢你们买卖。哎呀，杜县尉有所不知啊，马奎的生意是我们兄弟2人扶持起来的，他的店铺也有我们的股钱，他的生意做得大，我们也多挣啊。是。原来如此。图画好了吗？画好了，画好了。陆三军、苏先生，要不过来一块看看？好。哎，杜县尉，我们就不看了。好。这也看不出什么来呀。你们6个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商人，也都在万年县有买卖。本县尉是从心里不愿意怀疑你们，但一块部下盖着7个人，死了1个，嫌疑最大的就是你们6个。要我说，谁是凶手，直接招了，免得我挨个用刑。我们都是做生意的，我们是苏兄，都不承认是吧？好。那看来，这凶手就只能是趁乱钻入火焰部下求转运的行人了。那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怎么，都不走？难不成你们6个是联手作案，皆为凶手？县尉，就这样叫他们走了？不然呢？这凶手若是看热闹的，那岂不是更不容易找了？探案哪那么容易？可破不了案，咱们万年县不就被长安县给比下去了吗？这雍州府的上官也还在。放肆！你又不是县尉，丢脸也轮不到你。明知上官在此，多什么罪？下去。是。2位见笑了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就快宵禁了。
要不然二位先……我们也该走了。杜县尉，多有打扰。哎呀，乍看之下呀，这个杜预审案过于儿戏。你真觉得儿戏？当然不是，所以我说乍看之下嘛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卢参军一定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。哼。走啊！刚从县械出来就要出远门啊？用不用我送你们一程？哥，怎么办？杀了他！安迪，快跑！我拖住他！跑！出手相助的可是卢参军。正是卢某。我这点心机，还是被你们看出来了。见笑。为什么抓我们？凭什么抓我们呢？还敢问？你们以为本县尉没做探查吗？你们兄弟以胡椒生意起家，在东市以老大自居，且有个爱好，喜欢把钱借给那些想经商的人，从而获得一种门生变两世的虚荣。5年前马奎初做生意的本钱，就是你们借给他的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亲如兄弟。他死了，不该怀疑我们呐。在以前，借钱做生意之人，从来没有能超过你们的。但马奎是个例外，此人胆大，野心勃勃。就在上个月，马奎的生意超过了你们，成为了东市最大的胡椒商。县尉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，在座的卢参军跟苏先生都很清楚了，你们还装糊涂？马奎的生意超过我们，怎会嫉妒？我喜闻乐见呢。当然，我也承认，阿弟有些不快，但我说服了他。这个确实。那你们跑什么？我们兄弟起个大早，是想去西域再运一大批胡椒过来，不是要跑，是想先到城门下，等门一开就走。那怎么又跟杜县尉打起来了？这半夜了看不清楚，我以为劫道的呢。我哥俩本来眼神就不好。啊，我看你们兄弟俩眼神不错，马奎是个好生意人，你们一早便看出来了，所以才会借钱给他。但你们的眼神也的确还不够好，因为这5年来，你们已经收回了大量的本钱，直到不久前，马奎的生意超过了你们，你们才意识到失算，故而将其尚未还清的借款转为股钱，马奎也同意了。但你10万，你仍觉得吃亏，便提出要在马奎的胡椒店加注更多的股钱，却被拒绝。于是你们便认为对方忘恩负义，故而谋划在游神之时趁乱将其杀害，并得逞。我也不去了。
何在？在。验尸所得，念来。是。死者马奎，短刀割入脖颈，深近5分，割入时间当在临近虚正10分，别无其他。死者马奎系10万砍杀，时前为帮凶。本县尉没冤枉你们吧？杜县尉真是高明。长安县的韦涛跟您比起来，那可差远了。这案子破得也太快了。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，我得去趟炼房。你要重新验尸，理由何在？验过方知。怎么，卢参军直入我万年县炼坊，是信不过仵作，还是信不过我杜预？杜县尉来的正好，要不一起看看？哎，您看，脖颈处血肉模糊，但细看是2道割伤。这2道伤口长短深浅有别，短的这一刀深不到5分，应是10万所割，但并不是致命伤。长的这一刀深达1寸7分，食管、气管全部被割断了。1寸7分在仵作之学上是及时丧命的尺寸。据石氏兄弟交代，他们在偷袭马奎之时，马奎并未反抗，亦不躲闪，应是当时已被人先割了喉。苏某在第一时间看过尸体，当时那假镰刀没入死者脖颈，这1寸7分的伤口就是他造成的。可那假镰刀是木质的，本不能杀人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有外力重击刀背，以寸巧之劲将假镰刀砸进了他的脖颈，致使其丧命。竟然是这样！哎呀！应是仵作大意，误导了杜县尉的判断。哎，这杜某惭愧，看来凶手另有其人。没错，当时我也在场，却只顾着看热闹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可疑之人。此凶必有些手段，不然难以借木刀杀人。可眼下应当如何查下去？杜某也一时没了主意，还望卢参军不吝赐教。当从马奎的仇人查起，远的不说，被他顶替的那位7圣刀成员，对马奎当心生恨意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开门！谁呀？大半夜的！令谢查案，快些开门。我乃万年县尉杜预，何必可在家？啊，先住睡下了。把他请来。哎，上官，你们猜测的不无道理。被取代之人一定心有不甘，甚至怀恨在心，但不至于杀人吧？何况最终名单由我权衡，被取代者定是我能说服之人，又何必绕弯子，直接告诉我是谁？他本来一肚子气，你们还要去找他麻烦，废什么话？说是谁？卢参军，我非说不可。
此命案与请神一事密切相关，还请何先助协助攻县，探案缉凶。好。被取代者是我胞弟何乾，他就住在明德门边上的盐作坊。主人在书房。哎，等等啊，何乾是没睡还是起得早？嬴政时分在书房？哦，我家主人有失眠之症，之前在何先住家借住的时候就常有此困扰，最近几月更是严重，只能坐着睡。所以我家主人最喜欢晚上看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要不然主人一夜不眠，我们可就遭罪了。唤醒他！不敢。何乾，醒醒！攻谢查案。主人，您别吓着，是有客人来了。来吧。应死于寅初时分，半个时辰前。何人来过？没人来啊！主人亥时进的书房，我以为他早就睡下了。韦县尉，韦县尉，仵作到了吗？还没。怎么还不到？尸体是卢参军和苏无名发现的，所以没急着找仵作。卢兄，苏先生，杜县尉，韦县尉，这盐作坊在我长安县境内，我知道。那你来做什么？莫非要教我韦涛如何查案不成？我们杜家人才济济，就算收徒也不必寻外姓。盐作坊虽在长安县，但死者何乾与我万年县的一桩命案有关联，故而随卢参军前来。你我早有约定，事关案件，我不去接东，你不来接西。今日是你违约在先了。哎呀，我这本想查些线索，却不成想撞上个死鬼，真是倒霉。也怪这长安县在韦县尉的治下，居然如此的不太平，命案频发，我这想躲都躲不掉啊！长安县尉来此查案，无关人等，速速退让！
其实杜县尉说的不假，我们确实是在万年县查案，查着查着就查到。既然他来了，这个案子我长安县尉就不便插手，雍州府直接查吧。哎，韦兄留步！哎，此案突发，还是应当由长安县先查。哎，苏无名，还不把你验尸结果告诉韦县尉？韦县尉，我已初步验了尸，若有不妥之处，望您指正。这是二位点的。苏山就是好吃，几日不吃就想得慌。哎呀，一日内连续3起命案，你还吃得下？长安县的韦涛，万年县的杜玉，那都是人中之龙，查案又都格外上心。这个时候，咱们雍州府就不好直接介入，愁眉苦脸的干啥？吃吧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有些道理。陆凌风，人像画出来了。辛苦了。此人戴着面罩，且青葱只见了一眼，故我只能尽量还原。哼，这眼神儿跟韦涛颇为相似啊。苏无名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。你也说了是玩笑嘛。我想啊，这韦县尉那20板子让青葱狠狠地记住了他。是不是我画的不对，帮不上你们？不是，青葱本是胆小之人，要债时更是虚张声势，擦肩而过之人，他恐怕看得没那么仔细。倒是韦县尉，把他吓得不轻啊。难怪，他说的时候就很含糊，故而我才画了这么久，且无用。哎，看似无用，没准就是大用。就好比说我老费吧，嘿，他日卢凌风驰骋疆场，出将入相，他必得带着我，因为我看似无用，实为大用。谁敢说你没用啊？啊，对了，正要找你帮忙呢。这个是我从盐作坊命案现场发现的，我看那杜县尉也不在意，我就拿回来了。看这儿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滴，水不可能留下这么明显的印记。我闻了闻，有股特殊的香味儿，似曾相识，我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。你鼻子最灵，帮我闻闻。我闻闻。还真是有香味儿，而且是不同寻常的香味儿。嘿，你找我这事儿就算是找对人了。我想想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给。还真挺香。是尿。什么？真的是尿，不信你舔舔。我舔你。鸡师公。哎呀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尿，这是风梨兽的尿，你拿过来。哎，费叔。哎呀，为了破案，舔一下尿算什么呀？没错，就是风梨兽的尿，如假包换，学称风梨液也。风梨兽，莫非是恩师狄公留下的那几卷书中所提到的？正是。我之所以闻过呀，是因当年我跟随恩师狄公去探望他的一位老友，那位老人家患有风疾，发作起来疼痛难忍，只有服用了这风梨液才能暂缓。那你们说来说去，不还是尿吗？这对破案有什么帮助？哎，
这枫梨叶可不好找啊，那曾经也是千金难买呢。为什么是曾经？因为这枫梨叶能治风疾呀。哼，后来老朽不才，研制出一个方子，专治风疾，它就不值钱了。当然，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万能的。我听说有一种特别顽固的头疼病，我这方子就无效，只有枫梨叶能克之，故而，如果死者没有这个病，那就是凶手随身携带的，这不就成线索了吗？哎，那得去药铺找吧？哎，药铺没得卖。我好像知道从哪儿查了。哎，陆参军，你觉得我这条线索，这也能算是线索？这怎么不算线索？是不太算。那依你之见呢？1日之内3起命案，死者的身份有什么共通之处？都是商人。也许是碰巧，但很可能不是。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粟特商人史千岁是东西两市商人组织安社的社统，也是最大的香料商人。胡商啊，一般都信火仙教派，故朝廷设立了萨宝府管理他们。这个史千岁就是萨宝府的大萨宝。马奎这个七圣刀的资格是这个史千岁出面才得到的，故去会会这个史千岁才是正事。我已经让薛焕去打听了，此刻他正在布政坊的仙祠巡视。快吃，吃完了跟我去。哎，樱桃，我听说布政坊的仙神庙是全长安最大的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不行，你们都去，又是我老费一个人看店呢，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布政坊有一种烤鸡，做法很特别，是肚子里塞进了很多水果，外面抹了蜂蜜烤制而成。要是我带一只回来给鸡师公，可否让我们一起去啊？有这样的烤鸡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真会给我带一只？废说，喜君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主要是这苏山店若是没了费说，还不得塌啦？都去都去，年轻人就应该多出去玩，店里有我费老板呢，尽管放心。马奎成为本月的七圣刀，确实因我替他说的情，但是我没有拿他的钱。我们并非来查此事，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，作为安社的社统，我爱护着长安的每一位商人，这也是天子授予我五品官职的原因。成为七圣刀的标准是有影响力的活仙徒。有人觉得马奎并不虔诚，认为他参加七圣刀只是想结神通灵，继续发大财。但我认为他是近期在生意行最有影响力的活仙徒，短短几年就成了东市最大的胡椒商人，这很了不起啊！所以应该给他个机会。至于仇人，应该有吧，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是商人。大萨宝为何如此肯定？不知道，直觉而已。那好，
如果大撒宝再想起些什么，随时找我。你是范阳卢氏始祖中的始祖，会保护商人。身为雍州司法参军，我有责任保护好每一个人，当然，包括商人。启军，卢兄，韦县尉，苏先生，按前日所依，正在排查火仙教徒，但尚未有所发现。韦县尉辛苦了。卢参军，请你一定要抓到凶手，替我阿弟何谦报仇啊！何先柱不必如此激动，韦县尉正在全力查办此案。他，怎么？你难道不认识韦县尉？当然认识，还算亲戚呢。啊？何先柱跟韦县尉是亲戚，不知是什么亲啊？不提也罢。卢参军，今日家中有一喜事，故设宴庆祝。之前与您相交不深，但昨日共查案，范阳卢氏的风范让韦某钦佩，想临时邀请您赴宴，不知可否赏光？虽有命案在查，但家宴也是早就定好的，更有好友自东都而来，专为此宴，所以无法改期。理解，只是不知家中有何喜事。上个月金光会大兴土木，竟挖出了我韦家的法月。哦，是祖上的法月重现天日，那可是件大喜事啊！卢某当去。好。不知苏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参观法月之事我没请您，是因为今日所至，皆大士族。武功苏氏虽然……不用解释，苏某有自知之明。再说了，今晚我也有事儿。哎，喜君，来，那这位裴小姐应该能跟他一起去吧？莫非是河东裴氏？河东裴氏之东眷，前吏部侍郎裴坚正是家父。失敬。河东裴氏簪缨世家，谱牒定住5房，中眷裴、西眷裴、西马裴和南来吴裴，再有就是裴小姐所在的东眷裴了。若您能与卢兄同往，那是韦涛的荣幸。多谢韦县尉的邀请。那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如此甚好。卢兄，苏先生，跟我来。韦家有法月在现世，真是件大喜事。苏明，我知你喜欢古物，只是……无妨。你们顶级氏族聚会，我和樱桃就不去高攀了。就是，苏明，你还是带我去干正事儿吧。这回我可以去查那条不算线索的线索了吧？随你。